Doctrine of the Last Things Session 8末世论第8讲，我们在讲新约圣经里的灵魂不灭的教导和有关经文。上一讲我们读过那些死后灵魂还是存在的关于信徒仍然存在的经文。现在我们来读灵魂在死后仍然存在，恶人的灵魂仍然存在的经文。Matthew 11:21-24， 马太福音11章21到24节。哥拉汛啊，你有祸了；伯赛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迦巴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所多玛，它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Matthew 12:41， 马太福音12章41节。在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Romans 2:5-11， 罗马书2章5到11节。你竟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上帝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的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上帝不偏待人。Finally, 2 Corinthians 5:10， 最后哥林多后书5章10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B， 第二方面的新约经文。To the resurrection by which the body is also made to share in a future existence。 新约有些经文指出身体复活，在身体复活的时候呢，身体也在将来的存在有份的。For believers， 对信徒们来说， The resurrection means the redemption of the body and entrance into the perfect life in communion with God, the full blessedness of immortality。 对信徒们来说，复活的意思就是身体被赎，进入到与上帝相交的完全的生命中，这个就是灵魂不灭的最完整的蒙福状态了。 This resurrection is taught， 在这些的经文里面有教导复活的。 In Luke 20:35-36， 路加福音20章35和36节，唯有算为配的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为上帝的儿子。 John 5:25-29， 约翰福音第5章25到29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上帝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
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1 Corinthians 15，哥林多前书第15章全章。1 Thessalonians 4:16，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Philippians 3:21，腓立比书3章21节，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And other passages， 还有其他的经文的。For the wicked， 对恶人来说， the resurrection will also mean a renewed and continued existence of the body。 复活同样的意味着身体再一次的永远继续存在的。 But this can hardly be called life， 但是这个完全不配称为是生命。 Scriptures calls it eternal death， 圣经称之为永死。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wicked is mentioned， 在下列的经文提到恶人的复活的。 John 5:29， 约翰福音5章29节，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 Acts 24:15， 并且靠着上帝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 And Revelation 20:12-15， 最后还有启示录20章12到15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 C， 第三方面，新约圣经的经文。To the blessed life of believers in communion with God， 这些经文是指信徒们将来与上帝相交的蒙福的生命。 There are numerous passages in the New Testament which stress the fact that the immortality of believers is not a bare, endless existence。 圣经有多处的经文强调一件事，就是信徒的不灭不仅仅是一个赤裸的没有终结的存在而已， but a rapturous life of bliss in communion with God and with Jesus Christ， 乃是与上帝相交，也与耶稣基督相交，那个的极度的喜乐的蒙福的生命。 The full fruition of the life that is implanted in the soul while still on earth， 这个生命呢，当灵魂还在地上的时候，就已经种在灵魂里的。 This is clearly emphasized in such passages， 在下列的经文是清清楚楚强调这一点的。As Matthew 13:43， 马太福音13章43节，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 Matthew 25:34， 马太25章
34节，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Romans 2:7 and verse 10， 罗马书第2章第7节和第10节，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的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第10节，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 1 Corinthians 15:49， 哥林多前书15章49节，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 Philippians 3:21， 腓立比书3章21节，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2 Timothy 4:8， 提摩太后书4章第8节，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Revelation 21 verse 4， 启示录21章第4节，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And Revelation 22:3 and 4， 最后启示录22章3和4节，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上帝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我们讲完了旧约和新约圣经里有关灵魂不灭的经文或者是暗示。本章的第4部分 Objections to the doctrine of personal immortality and modern substitutes for it。 在现代的思潮里面，反对灵魂不朽论的理由和取代灵魂不灭的概念。 Number one, the main objection to it。 第一，主要反对灵魂不灭的理由。Belief in the immortality of the soul for a time suffered a declin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 materialistic philosophy。 有一段时间，因为唯物论哲学的影响，灵魂不灭论是式微了。But the main argument against it was forged in a workshop of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 可是反对灵魂不灭的论点主要是在生理心理学的所谓工厂里面制造出来的 and runs somewhat as follows。 这个论点大概是这样说的： The mind or the soul has no independent substantial existence。 人的理智或者灵魂并不是独立的有实质的存在的， but is simply a product or function of brain activity。 灵魂只不过是大脑的活动的一个的产品或者是一个功能。 The brain of man is the producing cause of mental phenomena。 大脑是产生这些思想或者理智的现象的那个。 Just as the liver is the producing cause of bile， 正如肝就是产生胆汁的器官。 The function cannot persist when the organ decays。 当大脑这个器官腐败了，这个功能就不能维持下去。 When the brain ceases to operate， 大脑停止工作的时候， the stream of mental life comes to a stop。 理智或者灵魂的生命这条溪水呢就停止了。我顺便提一下，这个在今天确实是最流行的对灵魂的看法。 Number two， 第二， substitutes
for the doctrine of personal immortality， 取代了位格的，就是灵魂的不灭这个教义的一些的概念。The desire for immortality is so deeply implanted in the human soul that even those who accept the dicta of a materialistic science seek some sort of substitute for the discarded notion of the personal immortality of the soul. 人的不灭是那么深植于人的灵魂中，以至于就算那些接受唯物科学论的命令的人还是要寻找一些的取代品来取代他们所丢弃的人的灵魂不灭论。Their hope for the future assumes one of the following forms. 他们对未来有什么盼望呢？大概有这几方面的形式的盼望。A. Racial immortality. 第一，人类的不朽。B. Immortality of commemoration. 第二，在别人纪念自己这方面的不朽。C. Immortality of influence. 个人的影响力的不朽。A. Racial immortality. 第一，人类不灭。There are those who comfort themselves with the idea that the individual will continue to live on this earth in his posterity, in his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to endless generations. 有些人是这样子自我安慰的，就是用这个概念说，个人呢会继续存在在这个地上，就是透过他们的后裔、他们的儿女、他们的孙子，世世代代的无穷尽的仍然存在的。The individual seeks compensation for his lack of hope in a personal immortality. 人因为没有盼望自己灵魂不灭，所以他这样子找一个的补偿 in the notion that he contributes his share to the life of the race. 这个概念就是他对整个人类的生命是有所贡献的 and will continue to live on in that. 就是因为他对整个人类贡献了他的一份，他就在人类中继续存在。下面是我们作者的批判。But the idea that a man lives on in his progeny, whatever modicum of truth it may contain, 这个概念就是人借着他的后裔继续存在，不论它里面有怎么稍微有一点的真理 can hardly serve as a substitute for the doctrine of personal immortality. 差不多完全不能够用来取代灵魂不灭论。It certainly does not do justice to the data of Scripture. 首先，它对圣经的资料不公道 and does not satisfy the deepest longings of the human heart. 其次，也不满足人类心里面最深层的渴望。B. 第二个取代品 Immortality of commemoration. 别人纪念自己这种的不灭。According to positivism. 根据证实主义 positivism. This is the only immortality we should desire and look for. 这是我们唯一应该愿望寻求的不朽。Everyone should aim at doing something to establish a name for himself. 每个人都应该做一些事情，以至于立名 which will go down in the annals of history. 自己的名字就继续在历史中被纪念。If he does this, 他若为自己立名的话， he will continue to live in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a grateful posterity. 他就会继续在一个充满着感恩的后代的心中和他们的意念中继续存在咯。伯克夫的回应。This also falls far short of the personal immortality which Scripture leads us to expect. 这个离开圣经要我们期待的个人的不灭，距离太大了。Moreover, 不但如此 it is an immortality in which only a few will share. 这种的不灭了，只有几个人
才会拥有的。The names of most men are not recorded on the pages of history. 大部分的人的名字并没有记录在历史的书上。And many of those who are so recorded are soon forgotten. 很多在历史中被记录下来的人呢，很快也被遗忘掉的。And to a great extent, it may be said that the best and the worst share it alike. 在很大的程度上，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最好的人和最恶的人，同样的都在历史上有被纪念的份。C. 第三方面的取代品 Immortality of influence 影响力的不灭。This is very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eceding 这个跟上面所讲的关系很密切。If a man makes his mark in life and accomplishes something that is of enduring value 只要一个人在生命中有怎么样的成就是有持续性的价值的 His influence will continue long after he is gone 他走了之后他的影响力会持续很长的时间的。Jesus and Paul 耶稣和保罗 Augustine and Thomas Aquinas 奥古斯丁和阿奎那 Luther and Calvin 路德和加尔文 They are all very much alive in the influence which they exercise up to the present time 他们在他们一直到现在所有的影响力是很活跃的。Well, this is perfectly true虽然这个完全是正确的 This immortality of influence 这个影响力的不灭 is but a poor substitute for personal immortality 是一个很贫乏的对灵魂不灭的取代品 All the objections that were raised against the immortality of commemoration also apply in this case 所有关于被别人纪念的不灭性对这个我们所提出的反对的理由在这里也适用的。Number 3 第三方面 The recovery of faith in immortality 近年来灵魂不朽论的复兴 At the present time the materialist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universe is making way for a more spiritual interpretation 目前这个是指伯克夫写书的1930年代目前对宇宙的唯物论的解释现在要有一个比较所谓属灵一点的对宇宙的解释来排除掉 and as a result 结果是 faith in personal immortality is once more gaining favor 因此对个人的不灭的信心呢又开始被人接纳了 Dr. William James 威廉詹姆斯 who while subscribing to the formula 虽然他相信下列的这个工程式 Thought is a function of the brain 思想是大脑的一个功能 denies that this logically compels us to disbelieve the doctrine of immortality 却否认这个逻辑上就让我们必然不相信灵魂不灭的 He maintains 他这样坚持说 that this conclusion of the scientist is based on the mistaken notion 这个科学家所做的结论是基于一个错误的概念 that the function of which the formula speaks is necessarily a productive function 大脑这个的功能呢必然是一个产生思想的功能 and points out that it may also be a permissive or transmissive function 詹姆斯指出大脑与思想的关系可能是一个允许思想产生或者传递思想一个的功能 The brain may merely transmit and in the transmission color, thought just as a colored glass, a prism or refracting lens may transmit light and at the same time determine its color and direction 灵魂可能只不过是传递在这个传递过程中光线的颜色或者这个概念就等于一个反光镜一样了是传递了这个光同时也决定了它的颜色跟方向 The light exists independent of the glass or lens 不论这个镜子存在不存在光是存在的 So thought also exists independent of the brain 因此思想
也没有大脑也可以存在。He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one can, in strict logic, believe in immortality. 詹姆斯的结论是，人可以按照严谨的逻辑相信灵魂不灭。Some evolutionists 有一些相信进化论的人呢 now base the doctrine of conditional immortality on 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他们认为既然人要为存在而挣扎，这个是一个根据来相信一个有条件性的灵魂不灭。And such scientists as William James, Sir Oliver Lodge, and James Hislop 这些的科学家呢 attach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puted communications with the dead. 他们认为呢，所谓的与死人的交通呢是非常重要的。On the basis of psychic phenomena, 根据他们这些的交轨的现象 ，the first was inclined to believe in immortality. 詹姆斯就倾向于相信灵魂不灭，while the other two embraced it as an established fact. 另外两位呢，就接受灵魂不灭是一个已经证实的事实。詹姆斯是教育界，包括华人教育界最重要的哲学家。你看，他是相信交轨的，而且是基本上不相信灵魂不灭的。